狂趴到家》这部喜剧叙述2个清洁工意外发现他们所打扫的房子主人是著名的 NBA 球星 LeBron James 詹皇，想利用他不在家的这一段期间呢，在他的豪宅办派对。这时候詹皇 3D 立体投影突然出现，吓了他们一大跳。原来是詹皇他预录好给自己的信心喊话。还记得我们提过语言的力量，一般人呢，可能是每天对着镜子给予自己肯定句，我值得被爱，我愿意放下，我现在这样就很完美了。而这个詹皇他利用 3D 立体投影来对自己说话，是不是又提升到另一个层次啦？当然这是电影的喜剧效果啦，把场景做得更戏剧性一点。但最近大家都在关注的这个巴黎奥运，它让我联想到那些奥运选手，他们又是如何正面思考，给自己哪些肯定句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。林玉婷，每一滴汗水都是梦想的重量，每一次喘息都是进步的印记。从小因为想要保护遭到家暴的母亲，所以学习拳击，一路走来过程艰辛，却始终坚持着。这一次巴黎奥运，他因为性别遭到质疑，甚至引起哈利波特系列小说作者 J.K. 罗琳的言论，引发争议。面对这样的风波，他却仍然能够稳定心绪，专心一致地赢得比赛，是需要多强大的心智啊！真的是令人佩服不已。比赛中往往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，唯一要做的是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。他不被激怒，也不出恶言，只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这也是运动家精神的一种体现。而后林玉婷的教练曾自强在林玉婷成功镀金之后，他发表了很感谢 J.K. 罗琳，谢谢你让世界看到台湾。他真的是一个魔法作家，用简单一句话或是一本书就引领全世界的风潮。感谢他为我们创造这么大的声量和流量。一件事的发生，端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看待。境随心转，正面的想法，正面的心态，逆境也能够化为顺境。李阳、王麒麟，没有人有义务对你好，你应该对所有帮助你的人充满感激。李阳跟王麒麟是本届奥运金牌得主，也是奥运史上第一组成功卫冕金牌的羽球男双选手。感恩是实现吸引力法则最好的调频方式。每天有意识的去看见早已经存在我们生活周遭美好的人事物，表达感谢，并且将这样的意念放在心里，不将别人的善意当作理所当然，随时保持着感恩的心，宇宙也会给予你美好的回应的。想到与得到之间隔着一个做到的距离，只有行动才能让梦想不只是空想，坚定地走向下一个阶段的自己。吸引力法则也是一样啊，设定好了目标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行动。有时候你必须踏出舒适圈，去做那些对自己来说有点挑战性的事情，而有时候一个巨大的改变或是成就的达成，都是由微小的步伐所开始的。常常听到人家说这个新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嘛。在《原子习惯》这本书里面作者 James Clear 也提到，通过创建微小而简单的习惯，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，从而达到大的成就。美国体操天后西蒙拜尔斯，因为美丽仅在于你怎么看，而不在于他人怎么看，被誉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体操选手，体操史上最多金牌的纪录保持者。如此伟大的成就，可是他的人生经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成长经历艰苦坎坷，母亲呢染上了这个毒瘾又酗酒，他被送到寄养家庭去，一直到3岁的时候呢，才被外公正式的收养，才让他有家的感觉。2018年美国体坛爆发性侵事件，他作为了150名公开作证的选手之一，心灵受到非常大的创伤，也开启了长期的心理治疗的疗程。2021年东京奥运比赛，他又发生这个空中失感事件，他的大脑跟四肢
好像这个连结断掉一样哦。即使他的身体知道要怎么样做出动作，可是他的大脑仍然没有办法做出反应。所以选手们呢，会因此在空中失去方向感，丧失对自己身体的掌握，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。那拜尔斯呢，在宣布退赛之后，也遭到了舆论的攻击，一些恶意的批评让他遭到沉重的打击。然而，经历过这些低潮，拜尔斯终于在2024巴黎奥运当中华丽回归，拿下了3金1银。Netflix 也特别在巴黎奥运前夕呢推出纪录片《西蒙·拜尔斯再战奥运》。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看看他如何在私生活、心理健康的调试，还有日常训练之间求取这个平衡。我已经实现了比我最疯狂的梦想更多的成就，不仅是在这一届奥运会上，而是在这项运动中。所以我不能对自己的表现感到生气，我为自己感到非常自豪。参加比赛总是令人兴奋。做自己的啦啦队，就像自己的闺蜜一样，给予自己支持吧。当心里有小声音的时候，以正面肯定的言语来取代批判自己的言语。爱自己，鼓励自己，相信心理健康素质也会不断向上提升，而更有自信。另外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也充满正能量的小故事，便是奥运游泳最慢成绩纪录保持人姆萨巴尼。他可以说是在奥运史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事件之一。在2000年雪梨奥运游泳项目，以1分52秒72的成绩创下奥运游泳史上最慢纪录，但却赢得世界的掌声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来自赤道几内亚的姆萨巴尼看到国家在找能够参加奥运的选手，他就觉得很有趣，就报名了。没想到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报名，就这样获得了奥运的门票。那当时连游泳都还不会的他，在奥运前9个月才开始学游泳哦。他没有专业的运动背景，甚至连教练跟练习场地都没有，只能在饭店25公尺的泳池早上对访客开放的前1小时每天练习。到了比赛当天，他不但发现说，哇，这个奥运的泳池比他平常练习大了1倍，而且比赛项目是100公尺，吓了一大跳。他被安排在奈及利亚跟塔吉克的选手同组但其他2名选手因为提早跳池而错失了参赛资格。他瞬间就成为了全场关注的唯一焦点。在比赛途中，他的这个游泳的流畅度跟速度都逐渐的下降，看得令人心惊胆战的，好像看似体力不支了，引起全场观众的加油打气。而最终姆萨巴尼努力坚持到最后，完成了比赛。虽然说没有赢得奖牌却获得全世界的掌声。而后他也成为国家代表队的游泳教练，成为最激励人心的故事之一。你喜欢今天的金句吗？最激励你的正能量金句又是什么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吉儿，我想邀请你和我一起用吸引力法则将生活显化成一出好戏。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